今天这个视频很重要。有些人会说，我不是配方师，为什么要知道成分表？其实不是哦，你只有了解成分之后，才能知道它官方宣称的这些点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。你心里大概知道各个成分的浓度是多少，才了解它所谓的核心成分有没有达到有效的含量。今天这集一次教你看懂成分列表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我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今天是护肤指南第3集，我希望这一系列呢，可以让大家 back to the basic， 知道护肤品的最基础的一些要点，了解我们皮肤真正需要什么。这一集呢，会教大家如何看出护肤品列表后面的那些成分的含量，还有我经常说的一些刺激成分啊、香料啊，还有一些刺激精油，它们的名称都是什么。当然，护肤品的成分虽然重要，但是最后产品的效果还是取决于你的制造工艺啊、你的配方、你整体的质量，甚至包装材料也很重要。比如说它是不是密闭的包装，有没有真空。有些成分它是需要真空保存，这样可以防止它快速的氧化，有效成分才不会失效嘛。但无论如何，成分表是最直观、最直接的要素。就比如说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师，他在炒菜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最基础的食材，他还是炒不出美味佳肴的。拿到一个护肤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背后的标签其实都是规定要标出什么的。那比如美国这边由 FDA 去监管产品标签是否正确，它是有法律法规去规定的，它不可以随便写字。像 FDA 就规定了，产品首先必须有化妆品公司的名称、位置，还有分销点，也就是 distribution point， 上面会写 manufacturer 在哪里，还有产品中的所有成分。那这个成分呢，是从浓度最高的开始标，一直到最低的。那到1%之后的其他的这些成分呢，就可以随意标出了。那香精呢，它是必须写出香精 fragrance， 它可以不写香精里面含的是什么，它只要写出 fragrance 就可以了。每个成分呢，它是不需要标出它的含量、它的百分比的。但是有一些公司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，像近些年一个成分党非常喜欢的品牌 Good Molecules， 他们就非常诚实的标出了每一项的浓度。那也有一些公司呢，虽说它是标出了成分列表，但是它不是按照降序排列的，它是按 A、B、C、D 这样字母去排列的。那我觉得这种就不能说不太诚实吧，不能给消费者一个很直观的，消费者也没有办法判断出它大致的浓度是多少了。而且它这些成分呢，你会发现基本用的都是同一个，因为我们知道化学成分它是有很多的学名啊，也有俗名，那应该标志哪个呢？它们都是按照国际命名的名称去标注的，都由这个 INCI name 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Cosmetic Ingredient。INCI name 是国际上采用标注这些成分的一种方式，不管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护肤品，你拿到它之后，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国际名称去判断它有什么成分。如何判断成分的大致浓度呢？有一个原则叫临界点原则，你只要找到1%这个浓度的成分，那它的之上就是含量比较高的，那很多成分都是它的添加量不可以超过1%的。那比如透明质酸，我们熟知的吸水性的成分，它的含量通常是0.5%，它含量是没有办法高于1的。如果在1%左右呢，它的质地就会像胶水一样的粘稠，你放在脸上是完全浮在表面的。所以一般来说0.3%就够了，不需要太高也可以起效。还有一些0.5%以下的呢，比如像增稠剂、粘稠剂，基本在所有的化妆品、护肤品出现的卡波母，一般 gel 这种啫喱质地的都会放一定的卡波母，像芦荟胶啊这类更是必不可少的。然后还有叫黄原胶，什么什么gum，像什么什么胶、什么什么母、什么什么醇、什么什么纤维，那这一类的都是增稠剂、粘稠剂，它们的含量通常都是在0.5%左右的。
还有是调节我们 pH 的，因为有些成分添加过去呢，它的比如 pH 太低或者太高，都是对皮肤产生刺激的嘛，它需要 pH 的调节剂去调节。那这种酸碱调节剂呢，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大概是0.3%。那比如说像氢氧化钠，还有这个经常出现的叫3乙醇胺，是 triethanol， 你就记着前面有 tri 3。那还有比0.3更低呢，像防腐剂、香料都是在0.1%左右。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了，你有这些成分的，它们之上的成分才是比较有效的。就比如说活性成分，它比较高的，应该在它们之上。除了有一些浓度不能太高的成分除外，像多肽一般0.0几就可以发挥作用，还有视黄醇0.05%的视黄醇也是有效的。那如果它是一些美白的成分，还有一些保湿的成分，它都低于它的香料了，或者低于它的透明质酸了，那说明它的效果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了。比如说像 VC 原型 VC 烟酰，像烟酰一般都是3%到5%的浓度才可以起效果。我们直接来看几个例子就好了。像我刚才说的 Good Molecules， 他们公司是明确标出了每个成分的百分比。通过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其他护肤品都是怎样的。那比如说他们家的保湿霜 Priming Moisturizer， 你打开 Ingredients 之后，找到我刚才说那几个1%以下的成分，你马上会看见的是什么？ Carbomer 卡波姆，它是0.4%。还有刚才的我说的酸碱调节剂，它上面标明的是0.3%，也是0.5%浓度以下的。那这款就比较良心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shea butter 啊，就乳木果油啊，还有 macadamia seed oil 啊，这些比较滋润的抗氧化的成分都在比较靠前，大概是2%-3%的浓度。这款乳液我也是很喜欢，很适合偏干皮做保湿妆前一步到位的这种 primer。这款淡斑的精华，这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。那可以看到它主要成分用的是什么？烟酰和传明酸。那烟酰是4%，传明酸是3%。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浓度是有效的浓度，真的帮你改善色斑、改善暗沉的。找到我刚才说的粘稠剂，我看见了什么什么 gum， 它的浓度只有0.2%。那如果它的烟酰在这个 gum 的后面的话，肯定是没有什么效了。刚才我说玻尿酸是不能大于1%的吧？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玻尿酸精华是多少。这纯的玻尿酸精华哦，它的含量应该是比较高的，比较偏上的哦。看到了 ，sodium hyaluronic， 你看它纯的玻尿酸精华才到1%，也是不能再高了。那这款质地可能就相对来说有点偏粘稠了。这种大分子的玻尿酸保湿剂非常适合偏干皮。那看了这几个例子之后，我想你心中也应该有一个尺子去衡量哪些成分是1%以下的，通过临界点原则去找到这些成分，然后去看它的核心成分是不是在上面。我自己是尽量避免护肤品中有 added fragrance， 有特别添加的香料的。香料虽然它的含量可能不到0.1%，但是对于敏感肌或者皮肤已经受损的人群来说，它的刺激性还是很大的。而且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皮肤已经发生了过敏反应，然后你持续使用嘛，然后有一天突然你整个就烂脸了，大爆发，是因为它潜在的这个刺激的香料的成分在你皮肤上一直存在着，其实一直在刺激它，并不是说你看不见皮肤的过敏，它就是没有过敏。那香料呢，它通常会标注叫 fragrance， 有的公司也叫 aroma， 或者会写合成的香料 synthetic fragrance。 像有些呢它不标注香料，但是它直接把名称写出来了，比如说像柠檬油精、芳樟醇、香茅醇、香叶醇，这些全部都是香精香料。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容易长痘的人来说呢，刺激精油也是要避免的。不仅长痘，也是和香精一样，长期用下来有让你过敏的风险。我之前有出过一集所有香料刺激成分、刺激精油的一集专题，高刺激精油我自己比较避免的，像 citrus oil、
all citrus oil， 所有的柠檬精油它都是感光性物质，白天用更容易刺激，时间长了也会诱发你皮肤产生色斑，还有肤色不均。还有 tangerine oil 这种柠檬类的酸酸的这种 grapefruit oil 葡萄柚 mandarin 柑橘，还有这个 bergamot oil 这个成分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在护肤品里面了，因为它的香味很好闻吧，让你感觉很清新，好像在海边吃着柚子的感觉。然后是薄荷油 peppermint oil， 它经常放在我们的唇膏还有唇油里面，为了让你感觉嘴唇很清凉吧，很舒服，所以它会放这个成分，但它是诱发你唇炎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所以像我这种唇炎星人，我是千万一定要避免 peppermint oil 的。camphor oil 樟脑油也是要避免的，它跟 peppermint 是一个道理，让你那种及时醒脑的感觉，用在嘴上凉凉的，非常的舒服。你以为你涂了油就会很滋润吗？其实并不是，反而越涂越干。然后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的是有争议的一个精油 lavender oil 薰衣草油。薰衣草精油呢本身是有舒缓的功效，但是如果它的浓度太高的话，它也是一个刺激精油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油都是有害的，也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些植物油，它们富含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，反而它们更适合痘痘肌。油溶油嘛，它可以帮你溶解掉一些废除的油脂，同时它们又富含多种维生素，基本上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E， 可以帮助你抗氧化的。像我非常喜欢的 jojoba油、荷荷巴油、almond oil 杏仁油、avocado oil 牛油果油、rosehip oil 这个成分非常适合油肌，它不是 rose oil， 它是 rosehip oil 是玫瑰果油，从果实中提取的，而不是花瓣中提取的。花瓣中的就是刺激精油了，那果实中提取的就是有益的植物油。还有 safflower seed oil、sunflower seed oil， 它们都是有丰富的维生素。最后这个大麻籽油我也是非常喜欢，有非常好的保湿舒缓力，它也叫 CBD， 各个护肤品中陆续出现的，用大麻2酚这个成分去抗氧化修复。好，那希望看完这期视频大家有所收获，不要再为商家所宣称的一些卖点所欺骗。给你们留个小作业，拿起你手头你目前最喜欢的护肤品，看一下它的成分列表，找出临界点成分，看一看它的核心成分是不是在上面，有没有达到它宣称的效果，然后在评论区可以分享给大家。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